在荒野求生界，众多大神纷纷涌现，然而唯有德爷傲立食物链巅峰。为巩固自己在求生领域的领先地位，德爷携老婆和1岁的儿子前往穆拉克岛挑战，生存1个月。这也是凯米和儿子首次曝光在公众视线中。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能俘获德爷的芳心？在德爷的引领下，这家3口将迎来怎样的遭遇，成为了备受期待的看点。挑战地点选在新加坡西部的穆拉克岛，风景如画，宛如世外桃源。然而这并非浪漫度假胜地，而是一座尚在开发中的岛屿，荒芜一片，只有德爷敢带着家人前来度假。为了保护宝贝儿子，他特地准备了额外的食物和水。这次不仅要面对荒岛的考验，更要应对家庭的需求，不让孩子挨饿成为德爷的首要任务。凯米，一位毫无野外求生经验的女性，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德爷一个人身上。德爷得想方设法确保家人有足够的食物。一家3口被放置在这片荒岛上，景色虽美，但对德爷而言，内心的压力却异常沉重。他最担心的是，如果下雨，家人将何去何从？尽管德爷可以扛得住，但宝宝的身体可受不了，因此首要任务是找到合适的地方搭建庇护所。漫步间，德爷突然发现了一只五花蛇。通常情况下，他早就会将其制服，作为一顿美味。然而，为了家人的安全，他选择忍让。在德爷看来，家庭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。随后，一家人在潮间带找到一片空地，搭建了临时的庇护所。这个决定让德爷展现了他在求生界之外的另一重要身份——家庭的守护者。趁着天亮，德爷迅速行动，收集木桩和树皮备用。不到2岁的宝宝展现出学习的好奇心，传承了德爷的优良基因。复盘状况时，德爷预测到可能的降雨，然而他话未说完，天空便被乌云笼罩。凯米搂着宝宝发抖，德爷心里有些慌，但宝宝在凯米怀中安然入眠，完美继承了他父亲的新大特点。第二天，雨过天晴，光着腚的宝宝在吃香蕉，德爷则忙着捡寄巨蟹。曾站在食物链巅峰的德爷，如今选择猥琐发育，烤熟的螃蟹鲜嫩无比，宝宝欣喜异常。吃饭问题解决后，淡水成为新难题。德爷夫妇带着孩子外出寻找淡水，宝宝在父母的比划中感受到生活的乐趣。德爷沿着海边前行，凭经验找到了流淡水的岩石缝。凯米开始呕吐，担心水的干净程度，但德爷安心喝，表示可再取。凯米开始思考，感叹德爷挺狠毒，威胁要回去收拾他。离开凯米和太傅，德爷向北走去，发誓要找到干净的水源。穿越雨林，他发现野猪佩奇的脚印，本欲上前比划，但考虑到家人，他抑制了内心的冲动，最终找到一条清澈的小溪。德爷扑腾了好一阵，展现了他的专业能力。然而走过整个海岛，每天取水不现实。他思考着能否把家搬到这里，找到阳光明媚的空地。他梦想着在这里建造海景房。凯米担心德爷的安全，他们已经整整1天没见面，而德爷在回家途中遇到悬崖，不得已纵身一跃入海。德爷展现了纯爷们的勇气，但一次险跃也让他几乎呛死，差点成为一代传奇的终结。德爷回到营地，夕阳西下，2口子深情相拥，宝宝在一旁玩泥巴，画面和谐感人。德爷向凯米描述了小溪情况，提议搬到那里，但凯米认为不必折腾，现在的地方挺舒服。德爷不满，不搬家每天跳悬崖取水，他不是超级赛亚人。凯米了解德爷的艰难，答应搬家。凯米身体虚弱，背着孩子跋涉，但小溪环境好，他也认可折腾一圈。德爷生火搭帐篷，确定新营地，准备好后，他决定和佩奇比划制作长矛，悄悄接近佩奇老窝，丢出长矛，佩奇跑远。德爷设置陷阱，德爷整夜守在陷阱旁，捕获了佩奇，解决了吃饭问题。分解猪肉后，德爷搭建烤肉架，提升生活质量。他在地上掘坑，炭烤大猪腿，享受有水有肉的生活。德爷感到自豪，兑现了对家人的承诺。摆脱生存压力后，德爷计划建海边度假屋，用树干搭建框架。凯米迫不及待与德爷共度良宵，德爷更加努力，用竹子制作水管，提高生活便利。一家3口生活越来越舒适。德爷发现废弃渔船，利用铆钉制作屠龙刀。凯米为宝宝做秋千，一家3口享受度假。生存阶段结束，挑战成功，德爷一家坐上回家的快艇。德爷证明了实力，成为求生专家，丈夫和父亲的典范。挑战终结，期待下一次精彩。